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目前有网红大胆踢爆中国知名连锁店西贝的预制菜丑闻的秘密。2025年9月10号，网红罗永浩发微博说：“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西贝的老板说，我们当时5个人吃了15个菜，有2个没吃，那个实在太腥了，下不去嘴。吃过的都知道的啊，真的吃不饱，菜量太小了。据悉呢，西贝餐饮来自于内蒙古，在中国有将近400间分店。罗永浩的网络曝光说出了西贝最见不得光的秘密，但西贝董事长呢贾国龙并不这样认为。他先是单方面还原罗永浩一行人的用餐的情况。对啊，其中有2道菜还是点的双份啊，其实13道菜，总加起来15道，4个男的1个女的最后剩下就是羊排剩一点，烤鱼剩一点，因为那俩上的晚了啊。最后我们那个服务员说：“哎，吃怎么样？挺好，挺好。”结账走人，然后要不要那个提分呀？说要啊。这1个小时之后，就西贝全是预制菜，真恶心。贾老板接着又对罗永浩曝光自家菜肴是预制菜做出了回应。我说的西贝就是西贝现在门店100%没有预制菜，道都没有啊。我们是大多数都是该切就切了，有的在门店切，有的呢就在中央厨房就切了啊。因为切了之后发现在那边切标准更高，质量更高，血料更严格，每一道菜全部在馒头、黄馍馍，这个是我们中央厨房做的。做熟了，但是国家标准啊，这个预制菜国家有标准的啊，主食类的、面点类的东西是允许在工厂做，不属于预制菜。有网友表示：“可是罗永浩也是你的消费者呀，他在给你们提意见呀，你却想解决他。”而西贝接下来的操作呢，也是在全体网友面前不打自招。贾国龙宣布，从9月12号开始，西贝在中国所有的分店后厨都对外开放。大家把直播间搬到了后厨，给你们看一看，我们每一道菜都是现炒的，都是非预制菜。陆媒看看新闻到西贝餐厅上海分店后厨采访，厨师展示食材。这个的话就是放的一些蔬菜，比如像这种蔬菜料包。你看它这个包装袋上面明确就告诉你赏味期至9月14号当天，如果超过14号了，直接就废弃掉。但是为了更方便门店的操作，这是咱们的那个牛肉，是一个生的，咱们回来去自己缓化好以后，然后去那个进行锅里头加调料、加那个小料去炒制，然后最后呈现。那是羊肉串，这是中央厨房配送过来的，是冷冻的串好的羊肉串。从缓化一直到烤制这个过程是在门店完成的，这里全部都在门店完成，全部在门店。对对。西贝对外开放后厨看似是很透明，但也着实是翻了车。博主一说财经表示，西贝这波操作是把自己彻底给弄进去了。记者随手打开一个冷柜，羊腿的生产日期是9月19日，着实是在冰箱里跨年了啊！合着我花了128块钱的现烤羊腿，吃的是去年的冻肉，还有仅使用冷冻技术，不用防腐剂就能保质期24个月，更不用说24年的南瓜泥，还有保质期18个月的冷冻鲈鱼。而西贝董事长贾国龙也亲自到自家的餐厅现场试吃餐点，但被网友称为是大型翻车现场。红汤羊蝎子谁给我上的？咱们菜单上有红汤吗？没有。咱们说的清汤羊蝎子，你为什么又把红汤羊蝎子上了呢？对一下啊！我已经脑子早对比过了，因为咱们现在有提要求了，做清汤有。就一个原则，原料不好坚决不用，不能为了消化原料而上菜单。你们现在选了个最差的上给客人，你说这个又乱又难吃。在经过了现场试吃以后呢，贾老板显然也是对自家餐厅的菜品不太满意。他直言，一个是升级原料、升级成本不改价，第二呢，菜价便宜点，他甚至是语出惊人。你们现在的表现是用的最次表现，卖价还最高，个人不骂你骂谁呢？难怪有人表示贾老板现场试吃是越洗越黑，而且贾国龙和网红罗永浩都表示西贝菜品价格贵。罗永浩向陆媒吉姆新闻表示，他应该是所有卖预制菜的餐厅里卖的最贵的，
你做的太过分了，大家瞧不上你，骂你也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用，就希望能够像老乡鸡一样，你标注的现做的就是现做的，半预制就是半预制，全预制就是全预制。他举例说，西贝这家饭馆呢，店里有个叫古法香面馒头，这一个馒头卖21块钱。黑珍珠一转餐厅大包子一个也只要16块钱。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我认为你卖多贵都没问题，只要有人买，一个愿打一个愿。这个判断就是一个馒头卖21块钱，有点太缺德了。作为这场大型争执的看客和顾客，不能单听一面之词。有不少人亲自到西贝餐厅亲自体验罗永浩之前吃过的套餐，并且进行现场点评。一根羊肉串将近6块钱，6片羊排169块钱，是不是预制的？很显然，放在正常烧烤摊肯定是开不下去的。我们家冰箱里面的肉嘛，放2个月我都要扔掉不吃的。那我到西贝来花这么贵的价钱吃去年的肉。有网友去西贝专门吃了罗永浩当时点过的菜，发现呢上齐13道菜只需20分钟。你是不是预制菜呀什么的我都无所谓了。现在在我这儿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它叫大黄鱼，还不是一整条上嘎冻的。不是活鱼，已经吃不出来正常鱼肉的那个肉质紧实那个感觉，吃不出来了，它发面了。其实你要说它算不算预制菜，它也不算，它只是用冻鱼给你做的，它不是提前做好的给你加热的。来个肉串吧，这个肉我只能说是冻肉，不是鲜肉。该男子表示，罗马生菜很新鲜，番茄汤很好吃，但牛肉吃起来很柴，烤鱼吃起来呢也缺少活鱼新鲜的口感。他总结到，这些菜不是很符合自己的口味，菜量也有点小。但是呢，他也说服务员很诚实，承认这些肉都是冻肉。男子觉得吃起来味道很好。那么对于罗永浩指西贝全是预制菜，贾国龙一再强调说，预制和预制菜是两回事儿。预制呢是指提前加工、预加工的菜肴，而预制菜呢则是成品。就在西贝预制菜风波未平之际，又闹出了后厨的卫生问题。9月14号，有网传的视频显示，有西贝厨师竟然用盛菜的漏勺清理厨房的下水道。有网友表示，盛菜的玩意通下水道，咋顺手咋来，西贝这自杀式的攻击，谁也拦不住呀！你们当着媒体的面这样搞呀！而另外一段视频显示，厨房下水道一旁的操作台上锅里就放着一个漏勺，和此前厨师用来通下水道漏勺很相似。这可是妥妥的有图有真相，被抓包了。面对质疑，西贝的客服表示，厨师操作不规范，将核查此事。看来呢，西贝在9月14号就匆匆关闭后厨也是有原因的。西贝贾老板表示要起诉罗永浩，一定我们该起诉他起诉他，我们只能用法律武器，这个是一定的。但等到9月15号，人们发现西贝已经发道歉信了，而罗永浩也决定放弃追究西贝。而西贝道歉信则是越描越黑。信中说呢，在2025年10月1号前，西贝全国门店会陆续完成以下调整。第一就是西贝所有使用的大豆油烹调的菜品调整为使用非转基因大豆油。这是变相承认之前就是用转基因的油了呗。还有儿童餐的牛肉酱、牛肉饼、鳕鱼条全部调整为门店现做，那之前都是啥呀？虽然西贝老板亲自拍板要求开放厨房给顾客看，但现实却是西贝后厨才对外开放2天。9月14号，西贝内部平台就发通知，表示暂停门店后厨的参观。俗话说呢，杀敌1000，自损800。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西贝生意一落千丈。这背后反映出的是百姓对预制菜的避之不及。这是西贝的餐厅，看看今天人多吗？哇，还真没人。我靠，这还没人，我跟你说。是吧？这边都难受。从西贝餐厅被踢爆预制菜事件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着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出去吃饭本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但现在呢，似乎变成了糟心事儿。有网友拍视频曝光说，深圳一个餐馆里煮饺子时，把冷冻饺子连塑料袋一起扔进沸水里煮，锅里同时还煮着面条。
该餐馆的这番操作吓坏了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知道是预制的，没想到是直接带袋子解冻整个汤的。第一次见这么煮水饺的，震撼我了。包装袋多脏呀，里面有多少不明物，不知道锅里有多少包装袋的食品被这样煮，太可怕了。不亲眼见到都不知道餐馆就是这么忽悠顾客的，这样谁还敢吃呢？而这也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缩影。中国品牌营销策划专家华宏斌表示，我现在严重怀疑我们这一代人活不过我们父亲这一代，我们现在吃啥东西都是假的。喝个酒吧，假的，调和出来的；喝个饮料吧，这饮料说是不含糖，其实是假的。就即便是我们炒菜用个醋、用个酱油，它都是假的。买了个蛋黄派，结果里边的蛋黄的蛋是假的。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呀？你比如说我们去吃一次烧烤，鱿鱼啊、羊啊、肉啊都是假的。尤其我们去吃烤羊肉串，我们经常会问店主一句话：这是真的吗？吃鱿鱼会问：这是药泡过的鱿鱼吗？而这也反映出了中国人的真实的处境，不怪乎中国是癌症大国，很多年轻人骤然离世，这和日常所吃的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被视为高端的西贝餐厅都爆出是预制菜食品时呢，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摆在面前扎心事实是，我们还能吃什么？加个肉，这太素了，老婆。完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